家来到以色列美角的频道。等一下呢就要送妈妈去机场了，现在呢是我们的告别餐。那妈妈要回去过年，然后下一次再来的时候就会是我生产的时候。但是她下次来的时候呢，因为是2025年，所以就有一些入境的新规定。是什么规定呢？就是从2025年1月1号开始，以色列规定所有来自免签国的国家的人都要先做一个 ETA， 就是线上的这个旅行，电子旅行的一个核准。那它的花费其实也不贵，7块美金，大概是25 shekels， 合台币大概210块，很便宜啦。但是就是你一定要做这件事情，而且是必须在你出发前到以色列之前的最晚是72小时，也就是3天之前要做这件事。那他也是建议你说，在你买机票之前，你就先做好这一件事情，然后你再来买机票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个 ETA 的这个新的规定呢？其实就是在2024年开始，因为战争的关系，所以他必须要提高他的这个治安。那有些来自免签国的国家的人，他可能是穆斯林背景，或者是他可能就是有作为恐怖分子的嫌疑。那他如果就是完全依靠说在机场的海关移民人员来做这个防范的话，也许他会漏掉。所以他就多了一层的这样的保护，来确保说每一个进到以色列的人，他都是普通人、普通的游客，不会对以色列造成威胁。那所以换句话来说，就是如果你是来自台湾，然后你的名字里面就是很普通的，就是台湾人的名字，那你就是一个标准的观光客，那其实也不用担心说你会不通过，只是说一定要记得是在你出发前的72小时就要做好 ETA。那下一次妈妈来的时候，她也会做这件事。如果你们有兴趣要知道要怎么样做 ETA 的话，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。那我们要出发去机场了。一路上来跟大家分享，就是如果你们想要来以色列玩的话，有什么省钱的好方法。好，那从食衣住行来讲，那第一个就是食好了。在吃的方面能够怎么省钱？那第一个建议当然就是尽量自己煮，不要一直在餐厅吃。为什么？因为以色列餐厅的价位非常的高，大概就是像吃一个早餐的话，应该就是70几块、80几块 shekels 跑不掉。我们要赶车，我们已经听到那个轻轨要过来的声音。等一下哦，轻轨来了。我已经付好钱了，是用手机的 APP。好，我们要下车了。好，那继续讲。那如果不是吃，就是在餐厅里面吃早餐，只是说一般我在外面吃一个汉堡，我吃一个沙威玛，那在这里的价位呢，大概也是要45到50 shekels， 等于台币也要400到450块钱，不包含饮料。在这边几乎是看不到套餐的这个概念。顺带讲一下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中央车站，这里是中央巴士站，然后这是轻轨，然后旁边这就是火车站的入口。然后外面就有那个时刻表，可以告诉你你的火车是什么时候来。那我们是要搭1:09的那一班去机场。那所以呢，我就想要带到第二点，就是在交通费用上面要怎么省。那相对于吃饭，交通费其实我觉得一点都不贵，因为以色列交通其实是蛮方便的，而且它还有一个东西叫做一日票。一日票有2种买的方式，一个是你主动去买，那你就要拿一般的那个 Rav-Kav 卡。然后用手机的 APP， 或者是用那个像是这些站，它都有一个机器，然后你可以在里面买。Rav-Kav 卡长什么样呢？借看一下，就是绿色的一张，类似台湾的悠游卡这样子。那第二种方式呢，就是你不先主动买，你是用手机 APP， 然后它最后1个月或1个礼拜的时候，它会再来做一次计算，看你这一天使用的量是不是已经到了可以买一日票的，然后它就不会收你的钱超过那个数量。那我觉得是蛮方便的，对于就是说你来以色列，你也不确定说我这个距离是能不能符合一日票，有没有更好的一日票。那用哪个 APP 怎么买？在书里有写，可以去做一个参考。我们已经到车站里面了。那以色列的车站都有那个电梯，会比较方便。那因为我妈要买那个火车票，所以呢，给大家看一下怎么买票啊。她这个那个悠游卡，以色列悠游卡放在这里，然后她用里面的余额还有22块而已来买。
那现在去机场，机场19块，所以还剩3块，噔噔，完成。拿起来就好了。对，拿起来就好了，耶。然后呢，就去那边。就是如果你赶时间的话，你就是先买好1日票，或者是像我是用手机的 APP， 那这样就可以直接就是进来，就不像妈妈那样子还要去售票机去买票。但是因为我妈只要去机场，她是单程的，所以她也没有必要今天买一个1日票。火车已经到喽，耶！好，那在旅行中呢，第3个一定要省的钱呢，就是在住宿费。那因为以色列就是如同一开始有讲的，就是他吃饭真的好贵哦。我们吃一个早餐在外面就是要一个人要70块，然后缺口在合台币在600多。那当然好处是它的分量很大，以台湾女生的胃可能是2人吃1份也是 OK 啦。但这主要就是说，这里的食物整体来讲就不像台湾那么划算。所以如果你可以找得到一个青年旅馆或者是平价的旅馆，它是有含早餐的，那可以帮助你省下早餐的钱。那我觉得整体下来也是一个蛮可观的一个数字啦，或者说你也可以往另外一个角度来想，就是因为在以色列外食的费用非常的高，你可以考虑去租 Airbnb 那种有带简单厨房的这种住宿选择，这样子你可能煮泡面啊，或者是煮一个简单的东西，就会帮助你的整个旅费可以降低下来。那妈妈还要我讲一下门票套票。其实我觉得以色列景点不是很贵，有一个公园套票，它虽然是今年2025年有涨一点，但是它整体下来，就是整体下来，其实它不会太影响到你整体的那个旅费啦，因为在以色列真的最贵就是吃饭跟住宿。那它涨价以后，套票基本上你去6个景点以上，那就会划得来。那以色列它有60几个国家公园，所以主要是看你来几天。那妈妈还有什么就是关于吃饭、住宿，还有以色列整体的那个省钱方法可以跟大家分享？你都来那么多次了。我觉得最省钱的就是自己煮饭，早餐自己煮，煮完以后，中午带便当。然后晚上回来自己做饭，我觉得说这个是省钱的一个，可以省掉大半的钱。那如果说来的时间够长的话，那就专攻旅游景点那个套票的，因为钱已经花了。那你多跑几个点的话，那就我觉得说，蛮划得来的。那中间的那种需要吃啊，需要什么零食啊，都随身先买好，不要在景区买。还有那个水，记得要带够，不要在景区买。我就是说，不知不觉里面一天省一点，我觉得说相差其实很大。我们刚刚停在那边，然后要出门，我们的月台嘞，然后就只好到这一个门出来。在以色列常常会有这种好笑的事情。好，我们到机场喽。现在机场的样子，然后这是arrival， 就是入境大厅，然后 departure 出境大厅在3楼。那这里呢是你们来到以色列的时候可以买的那个以色列悠游卡，绿色那张，或者是这里有卖以色列的 SIM card。但是019呢，它其实电话卡卖的蛮贵的。你如果提前预约的话，那个价位还可以；但是如果你现场买就会很贵。那如果你要提前预约买的话，我干脆我觉得啦，我会直接买那个 eSIM。像妈妈这几次来，她都是直接用 eSIM。那它其实不是每一种手机都可以用，你可以就是先去查一下。那一般的 iPhone 比较新的应该都是可以。那 eSIM 它最便宜的话，可以就是7天才$3.5。那这个价格真的是超级便宜，这也是另一个可以省钱的方法。那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用我的这个优惠的连结码，我好像可以赚个$3之类，然后你们好像也可以赚$3，等于算是一种划算的试用啦。那通讯方面什么的，我觉得都 OK， 不会觉得好像就是比较差。虽然它没有一个实体的 SIM 卡，但是用手机然后连到这个 eSIM 就可以用，那我觉得比较划算。好，搭电梯上去到出境大厅。
那这就是出境大厅，还有很多的人要出国，要排队。然后以色列他们就是会先经过一个安检，会问你一些问题，有没有带武器啊什么的。然后呢，再去 check in， 所以一定要抓好时间。3个小时是基本，但如果可以4个小时提前到的话，会更好。那最后一个省钱的方法呢，就是我后面的这个 VAT 退税的柜台。如果你们来到以色列现在的话，就是税是18%。那你住宿啊、吃饭啊这些住宿的18%外国人不用付，但是吃饭啊、交通啊这些18%都要付。那如果你买东西，然后那个商家有跟就是 VAT 退税的这个合作的话，你可以拿那个退税单出来，然后在这里做退税，然后这里一个柜台，里面一个柜台，你这里要先做，他可能要看你的东西，然后呢到里面他你再决定是要用支票还是现金的退款。那所以呢，这就是给大家的一些省钱的小撇步。然后妈妈要走了 ，Hello。那就下一次再见了。哎呀，对呀，下一次来又是不一样的景象啦。OK， 拜拜。